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一枚镜头，这枚镜头对于微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。从这枚镜头发布之后呢，微单的意义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。而听到微单这个名字呢，你们应该也知道了，跟索尼有关系。没错，是一枚索尼的镜头啊，2470 2.8 GM。24毫米到70毫米变焦镜头覆盖了平时最常用的焦距，可谓最通用的镜头。只 Camnautic 节目里就用这样的标准变焦的场合就不胜枚举。其实我还挺希望这会儿那边还有那种大爷，就是你懂的，153个对焦点，99个十字形对焦点。参数上、定位上比2.8小了一档，但是无论是色彩的镜头，也就有个20枚这样的镜头，重量就一样了。如果把条件再加上 f2.8，它就变成了无比重要的存在。尤其对于最近红得像宗教一样的品牌来说，它就是统治宇宙的最后一片拼图。那这牌子自然就是索尼自己想了一个名字叫做微单，然后呢，索尼自己又出了一枚镜头长这样。我已经等不及要立刻开始阐述这枚镜头的优点了。看微单小巧方便，一只手即可掌握，非常的微小，这体积控制的真是太棒了，比尼康的单反镜头足足短了有2厘米，还轻了100克，如此巨大的差距。比佳能的单反镜头2470也就长了3毫米，还重了个几十克。讨论完它体积上的巨大优势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外观。这关照，这儿有一个锁定按钮，你松开它以后就拿下来了。这个口径，微单，这是变焦环，然后前面这个是对焦环。这个对焦环呢，它的动作并不是机械的控制这个镜头的镜组，而是跟 A7 系列上的其他镜头一样，也是电子耦合的。所以你看它这个手感就很虚假了。这儿有一个 lock， 这样你就不再能变焦了，省得它到处伸出来，是吧？但是这个阻尼其实挺强的，它不是太容易随随便便就凸出来一大块那种。这是叫什么来着？焦点锁定那个按钮。这是转换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的开关。此时我们发现这枚镜头牛的地方远远不仅于此，它还有些世界第一。它大概还是世界上第一枚用三脚架不方便的2470 2.8镜头。你看它这儿并没有脚架接环，你想象一下一台这样的机身连镜头的这么一套设备，然后你的三脚架是需要支在这儿的。微单。其实公平地说，这枚镜头要满足焦距、光圈和覆盖全画幅相场的需求。在光学技术有什么突破性的技术进步之前，这样的镜头体积不可能小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抛开什么无反微不微单的，它拿在你手里就是一套标准的全画幅2470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好，我们就把它当一个单反用，当一个又重又大又沉又黑又粗又长的东西来用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没问题啊 ，A+2 的机身是吧？4000多万像素，第一块全画幅背照是 CMOS， 画质又好，对焦也不错，然后这枚镜头这样的一个组合也足够有竞争力了。而一旦抱着这样的念头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枚非常好的镜头。虽然它不属于蔡司系列，但你一旦用它拍上几张照片，就会发现它的表现不需要什么响亮的名头来做佐证。当然，你要非说什么 G Master 是一个响亮的名头，那你开心就好。它对眩光的抑制非常好，无论是广角端还是长焦端，而且色散也非常的轻微。有一点你们也许应该知道，就是这枚镜头并没有防抖，毕竟是专业镜头嘛。但是尼康在新款的2470 2.8里面加入了防抖。
虽然没有防抖，但当你举稳的时候，用它拍出的照片放大时，你简直可以闻到这工厂破旧的铁锈味儿。这枚镜头的颜色也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这张照片发生在夕阳刚开始闪出一点点金光的时候，而在没有明显特点的光线条件下，它的色彩也表现上佳。此时，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这哥们儿叫朴灿烈，朴的很惨烈。我会不会不小心又得罪了一群不知道什么的粉丝？真的，你看，给个特写，叫朴惨烈。完了，这一期录完了就拜拜了，就永别了。关于这枚镜头的光学，说完优点之后，趁我还活着，我们来赶紧说一说缺点。第一个缺点，看到红砖块，你们应该已经猜到了，它在广角端的筒形畸变和长焦端的枕形畸变都非常明显。你说我用这个拍这块皮影屏，能不能把它拍成歪的？感觉不出来几个。这个窗台真的变歪了，成了弧线。而关于这第二个缺点，来看看测试一下虚化。这枚镜头的虚化和我们说的奶距离有点远，按照柔滑程度说吧，顶多也就是放了3-5天的碎豆腐渣。到此刻为止，我们已经知道谁跟你说这枚镜头有体积优势，那不是他脑子不好使，就是他以为你脑子不好使。这枚镜头不能用三脚架，还有它的画质很不错，听着好像还行。不过它恐怕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得特别好，这好像不是很有难度，太慢了。这件事情自然就是对焦能力。我们直接从难的追焦开始，这套组合追焦能力还是挺强的，每一张都能追焦很准确。后来我们还尝试了移动更快的物体，表现令人惊叹。面对这样速度的小摩托车，也能准确可靠地实现合焦。而在说到单点对焦，那就更是不在话下。它单点对焦速度非常的快，然后你也感觉不到这个镜组里面的这些镜片的移动啊什么的。刚才有一段你们一定看得很过瘾，我们再来一遍。这镜头证明了索尼必将统治宇宙，或者它还是证明了传统单反还远远没死，再或者它还是证明了原来你还真的可以有一个又大又重，同时电力续航也不好的系统。